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家庭亲情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可不简单啊，真是一波三折，让人又心酸又解气。我们的女主角小杰从小命运多舛，但最后在台湾站稳了脚跟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往事却突然找上门来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人心隔肚皮，世事难预料啊。小杰出生在大陆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那时候村里条件艰苦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。小杰的亲生父母王大明和李翠花生了小杰之后，本来盼着是个男孩，结果一看是女孩，两个人脸色就变了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，女孩子就像是34，赔钱货34一样，养大了还得嫁出去。小杰刚满3岁那年，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，亲生父母对弟弟可是捧在手心里，生怕磕着碰着。而小杰呢，从小就像是家里的34，小保姆井号34，洗衣做饭样样都得会。小杰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你弟弟的尿布都没洗干净。母亲李翠花经常这样吼他，你这丫头就是不如你弟弟懂事，他才多大啊，就知道叫爸爸妈妈了。你这么大了，还整天哭哭啼啼的，烦死了。父亲王大明每次喝完酒回来，总是对小杰大发脾气。小小年纪的小杰只能默默流泪，不敢有半句怨言。村里有个单身的大伯，姓张，大家都叫他张大伯。张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媳妇早年病逝，膝下无儿无女，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。他住在小杰家隔壁，经常看到小杰被父母责骂忽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天，小杰被母亲打了一顿后，蹲在墙角哭泣。张大伯看不下去了，拿了个糖果过来安慰他，小杰别哭了，来，大伯给你糖吃。张大伯蹲下身，轻轻地拍着小杰的肩膀。小杰抬起泪眼婆娑的小脸，怯生生地接过糖果，小声说：“谢谢大伯。”就是这一个简单的举动，让张大伯和小杰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小杰在家里受了委屈，就会悄悄地跑到张大伯家。张大伯总是默默地给他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或者教他认几个字。小杰6岁那年，村里开始让孩子们去上学了，但是小杰的父母却不愿意花钱让他上学。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？以后还不是嫁人生子，浪费钱。父亲王大明一锤定音，母亲李翠花也附和道：“就是家里本来就紧巴巴的，还要给他交学费，不如留在家里帮忙带弟弟。”小杰听到这话，心都碎了。他多想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背着书包去学校啊！这件事被张大伯知道了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找到了小杰的父母。大明啊，小杰也是你们的孩子，怎么能不让他上学呢？现在是新社会了，男女平等，女孩子也要有文化啊！张大伯苦口婆心地劝说。王大明撇了撇嘴，张大伯，我知道你一片好心，但是家里实在是没钱啊。这样吧，小杰的学费我来出。张大伯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张大伯，这怎么行？你自己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啊。李翠花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在盘算着，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？没事，我这老头子一个人也没什么花销，就当做自己积德行善了。张大伯笑呵呵地说。就这样，在张大伯的资助下，小杰终于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。然而家里的境况并没有因此好转。小杰的父母知道有张大伯这个34，提款机34后，变本加厉地苛待小杰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费都不愿意给他。你的学费都是张大伯出的，你应该感到知足了，还想要什么生活费？真是得寸进尺。母亲李翠花冷冷地说。小杰只能默默忍受，每天放学后还要做家务，带弟弟，晚上挑灯夜读。尽管如此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却一直很优秀，这成了他心中唯一的安慰。张大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他不仅资助小杰的学费，还经常给他买文具、衣服，甚至偷偷塞给他零花钱。为了筹集这些钱，年过半百的张大伯不仅每天下地干活，农闲时还去镇上打零工，
有时候甚至去卖血。有一次，小杰放学回家，发现张大伯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吓得赶紧跑过去。大伯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小杰焦急地问。张大伯勉强一笑，没事，就是今天干活有点累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小杰倒了杯水给张大伯，无意中看到他手臂上的针眼，这才知道张大伯又去卖血了。那一刻，小杰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大伯，你不要再这样了，我不读书了，我不能看着你这样。小杰哭着说。张大伯一把抓住小杰的手，丫头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大伯这辈子没成家，就当你是我的亲闺女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出人头地，这是大伯唯一的心愿啊。那一刻，小杰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努力学习，不辜负大伯的期望，长大后好好孝顺他。时光飞逝，小杰凭借优异的成绩，不仅考上了重点高中，还获得了奖学金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是跟他开玩笑。就在他高中2年级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的世界天翻地覆。一天放学后，小杰像往常一样准备去张大伯家请教功课，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。小杰连忙推开门，只见张大伯躺在床上，面色蜡黄，嘴角还有血迹。大伯，你怎么了？小杰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跑过去。张大伯勉强笑了笑，没事儿，可能是这2天天气变化，着凉了。小杰不信，硬是拉着张大伯去了镇上的卫生所。医生检查后，脸色凝重地把小杰叫到一旁。小姑娘，这位老人家的情况很不好，是肺癌晚期，已经扩散了，建议赶紧送大医院治疗。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，小杰整个人都懵了。他颤抖着双手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奖学金，还是远远不够医药费。无奈之下，小杰只能回家向父母求助。爸妈，大伯生病了，需要钱治疗，你们能不能帮帮忙？小杰哀求道。哎呀，我们家哪有多余的钱啊？你弟弟要上补习班，我们还愁着呢。李翠花一脸不耐烦，王大明更是直截了当。张老头又不是我们家的人，凭什么我们要给他出医药费？他平时对你好，那是他的事，别来麻烦我们。小杰心如刀绞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竟如此冷血无情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大伯这些年为了我，连血都卖了，你们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小杰声音哽咽，少来这套，他愿意卖血是他的事，谁让他没儿没女的？活该！李翠花恶毒的话语彻底伤透了小杰的心。就在小杰绝望之际，村里的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，纷纷伸出援手，你10块，我20的，虽然不多，但都是村民们的一片心意。小杰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带着筹集到的钱，把张大伯送进了县医院。不幸的是，张大伯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，医生说能活3个月就是奇迹了。小杰每天放学后都往医院跑，喂药、喂水、端屎端尿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张大伯。丫头，别耽误学习了，大伯这条老命不值当的。张大伯虚弱地说。大伯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要好好的看着我考上大学，将来有出息。小杰强忍着泪水安慰着张大伯。然而张大伯的情况每况愈下。1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医院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张大伯情况危急。小杰立刻赶到医院，只见张大伯奄奄一息，看到小杰来了，艰难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本本。丫头，这是大伯的一点积蓄，还有大伯的户口本。大伯没亲人，想想认你做干女儿，你愿意吗？张大伯断断续续地说着，眼中噙满泪水。小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放声大哭。大伯，你就是我的亲人，我愿意啊！张大伯欣慰地笑了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签下了收养协议。当天晚上，张大伯带着满足的笑容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张大伯的葬礼很简单，但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来了，唯独小杰的亲生父母借口忙，连面都没露。小杰跪在张大伯的坟前，泣不成声。大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不辜负你的期望，将来一定会让你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。失去了张大伯，小杰的日子更加艰难。
亲生父母以为张大伯留下了不少钱，三番五次地暗示小杰拿钱出来，但当他们得知张大伯一共只留下了5000多块钱后，顿时没了兴趣，甚至连小杰的生活费都不再给了。你现在是张家人了，别指望我们再养你。王大明冷冷地说。小杰却强地咬着嘴唇，一声不吭地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搬进了张大伯的老屋。从此，他白天上学，晚上在餐馆打工，靠着张大伯留下的一点钱和自己的双手，艰难地撑到了高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杰以全县第1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。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，大家都为他高兴。而他的亲生父母这时候又想起了自己还有这么个女儿，脸上堆满了笑容，找上门来：“闺女啊，你真给我们长脸啊！考上这么好的大学，爸妈真为你骄傲。”王大明满脸堆笑，李翠花更是热情：“杰杰啊，你看你瘦了，来，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快尝尝。”小杰冷眼看着这对势利眼的父母，心中只有无尽的悲哀和失望，但他没有多说什么。只是淡淡的表示自己会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完成学业，不需要他们操心。大学4年，小杰刻苦学习，专业成绩名列前茅。毕业时，他有幸获得了去台湾交流的机会。台湾的生活节奏、人文环境都让小杰感到新鲜和舒适。在交流期间，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阿明，一个温文尔雅、家境殷实的台湾青年。阿明被小杰的坚强和善良所吸引，热烈追求。小杰起初有些犹豫，担心文化差异和家庭背景的悬殊会成为障碍。但阿明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他的顾虑，不仅对他的过去表示理解和尊重，还亲自去大陆祭拜了张大伯的坟墓。小杰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过去，我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未来。阿明的真诚打动了小杰，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并在小杰交流期满后办理了结婚手续。婚礼很温馨，阿明的父母对这个来自大陆的媳妇儿十分欢迎。唯一的遗憾是，小杰的亲生父母因为种种理由，并没有来参加婚礼。婚后，小杰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在台湾的一家知名企业找到了不错的工作。几年下来，事业越做越顺，加上阿明家的支持，两人在台北买了一栋豪宅。小杰时常想起张大伯，每逢清明，他都会专程回到大陆为张大伯扫墓。然而，命运再次给小杰出了一个难题。就在小杰事业蒸蒸日上，生活幸福美满之际，一对久违的访客突然出现在他的豪宅门前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小杰和阿明正在家中享受悠闲的下午茶时光。突然，门铃响了。阿明去开门，只见门外站着一对穿着朴素的中年夫妇，面带谄媚的笑容。请问你是？阿明礼貌地问道。我们是小杰的父母啊，我们是专程从大陆来看望女儿的。王大明热情地说。小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手中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。他走到门口，看到了这对已经10多年没见的父母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杰努力保持镇定。哎呀，女儿啊，我们可想死你了。李翠花一把抱住小杰，眼泪汪汪地说道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出息了。在台湾过得这么好，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可高兴了。阿明虽然对这对突然出现的岳父岳母有些疑惑，但还是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。一进门，王大明和李翠花就被豪华的装修惊呆了。哇，女儿，你这房子得值多少钱啊？王大明东张西望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是公司帮忙安排的。小杰含糊其辞。随后的交谈中，小杰了解到，父母是通过村里的人打听到他在台湾的消息，又托关系弄到了探亲签证，这才找上门来。女儿啊，你这么多年没回家，爸妈真是想死你了。李翠花一边说，一边偷偷打量着客厅里的名贵家具。小杰心里苦笑，当年张大伯病危时，他们连医院都没去过，现在倒说起想他来了。晚饭时，阿明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岳父岳母。期间，王大明和李翠花不停地称赞小杰有出息，说他们从小如何关心爱护他，
把他培养成才。听得小杰心里直发堵，但看在阿明的面子上，他强忍着没有揭穿。饭后，王大明和李翠花终于亮出了真实目的。女儿啊，爸妈这次来其实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王大明搓着手说道。什么事？小杰问。是这样的，你弟弟前段时间做生意亏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天天有人上门讨债，我们家都快被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李翠花抹着眼泪说。王大明接着说，我们想着你现在在台湾过得这么好，能不能帮弟弟还债啊？就当是你孝敬父母的一点心意。小杰听完，心里一阵发冷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问道，需要多少钱？也不多，就300万人民币吧。王大明的回答让小杰和阿明都吃了一惊。这么多？阿明忍不住问道。哎呀，女婿啊，对你们来说不就是小钱吗？看你们住的这房子，开的这车，300万肯定不算什么。李翠花笑呵呵地说。小杰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爸妈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们是你亲生父母啊，你从小吃我们的，穿我们的，现在我们有困难，你难道不应该理所当然的帮忙吗？王大明的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，李翠花也开始施压。作为女儿，你不能这么狠心不管我们吧？你看看人家隔壁村的丽丽嫁到城里去了，每年给父母多少钱啊？你弟弟还等着你救命呢。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，阿明出来打圆场，岳父岳母，这是我们夫妻会好好商量的，总会有解决办法的。当晚，小杰和阿明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你怎么看？阿明轻声问道。小杰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我心里很矛盾。从小到大，他们对我的冷漠和忽视，我至今难以释怀。要不是张大伯，我可能连学都上不了。但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父母。阿明握住小杰的手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只是我感觉他们这次来恐怕不单纯是为了钱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杰决定和父母好好谈一谈。爸妈，关于你们昨天提的事，我想了一晚上。小杰开门见山，怎么样，想通了吧？王大明一脸期待。在我回答之前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小杰看着父母的眼睛，当年张大伯病危时，为什么你们连医院都不去看一眼？王大明和李翠花一愣，随即撇撇嘴。那老头子跟我们又不熟，去干嘛？再说了，当时你弟弟正要中考，我们忙着呢。张大伯为了我上学，连血都卖了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。小杰声音有些哽咽。那又怎样？他乐意干的事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李翠花不以为然地说。小杰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说，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高考那年，你们为什么突然对我态度大变？王大明有些尴尬，那不是看你有出息了，我们做父母的当然高兴啊，真的只是因为高兴吗？小杰冷笑，不是因为觉得我考上大学后，将来能给你们带来好处。父母哑口无言，心虚地低下了头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小杰直视着父母，这么多年，你们有真心把我当女儿看过吗？这一句话宛如一记重锤，击在王大明和李翠花的心头，两人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阿明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心疼地握住了小杰的手。我知道答案了。小杰苦笑，从小到大，在你们心里，我只是个赔钱货，是个摇钱树。只有张大伯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他卖血供我上学，病危时还惦记着我的未来。这些年我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受委屈，你们从来不关心。现在见我生活好了，就找上门来要钱。王大明和李翠花听了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但很快他们又换上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。姐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，血浓于水啊。李翠花哭诉道。是啊，闺女，你就当是行行善积积德，帮帮你弟弟吧。王大明也跟着说。小杰摇摇头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，这里有5万元，算是我对你们尽的最后一点孝心。以后我们各走各路，再无瓜葛。什么？就5万？你开什么玩笑？王大明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拍桌怒吼：你在台湾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，就给我们这点钱，太不像话了。李翠花也撕下了伪善的面具，尖声叫道：
你这个不孝女，当年要不是我们生下你，你能有今天？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就这样回报我们？”小杰冷静地看着眼前这对陌生的父母，心中的最后一丝留恋也荡然无存。张大伯曾经告诉我，亲情不是靠血缘，而是靠真心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们有一天能真心待我，但今天我终于明白，有些期待注定是徒劳的。你这是要翻脸不认人啊！王大明气得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，阿明站了出来，岳父岳母，小杰的心意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这5万元已经是我们的一片心意。如果你们不愿意接受，那就请回吧。王大明和李翠花见状，恼羞成怒地抓起钱摔门而去。门关上后，小杰终于忍不住，泪如雨下。阿明紧紧地抱住他，轻声安慰：“哭出来吧，这些年你憋得太久了。”小杰在阿明怀里哭了很久，最后抬起头，眼中的泪水渐渐化为坚定。“谢谢你，阿明，我终于放下了。”1年后，小杰和阿明有了爱情的结晶，一个可爱的女儿。看着熟睡中的小天使，小杰轻轻地对阿明说：“我决定了，要带女儿回大陆一趟，去张大伯坟前告诉他，我过得很好，他的付出没有白费。”阿明温柔地摸着小杰的头：“好，一家人一起去。”站在张大伯的坟前，小杰抱着女儿，泪流满面：“大伯，我回来了。这是我的女儿，我给她取名叫张小爱，姓张，希望她能像你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。”微风拂过，似乎是张大伯在天有灵，对小杰的幸福生活感到欣慰。回台湾的飞机上，小杰靠在阿明肩上，心中无比平静。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亲情不在于血缘的远近，而在于心与心的距离。张大伯虽然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却给了他最真挚的父爱，而他的亲生父母尽管有着血脉相连，却从未给予他真正的关爱。如今的小杰已经不再纠结于过去的伤痛，而是满怀感恩地珍惜现在的幸福。他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张大伯用爱和鲜血为他铺就的道路，而他也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，让爱的接力永不停息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今天的故事。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人与我们血脉相连，却远在天涯；有的人与我们素不相识，却近在咫尺。真正的亲情，不是靠血缘强加的枷锁，而是心与心之间的真诚相待。我是丽姐，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感悟。下期再见。